等你们进来。好的，我要开始我的开场白了。想知道最近韩国在流行什么吗？想了解关于 K-pop 的大小事吗？想听到关于我韩东的小秘密吗？那就赶快来听叮咚韩东的语音留言吧。大家好，我是叮咚韩东的语音留言的 DJ Dreamcatcher 的韩东。哇，今天是第7次跟大家在线上见面啦。上周跟大家聊了职场的烦恼，发现有一些森尼还是学生，所以不能够一起聊，还蛮可惜的。所以呢，今天韩东的商谈室就让我们来聊聊校园烦恼吧。正在收听的森尼们，是不是都有发来你的小故事呢？让我来看一看，今天都抽到了哪几位的留言。好的，等一下你们。有人说学生时期的事情大部分想不起来了，的确是也过去蛮久了。七七是颗椰子糖说校园只记得永远赶不上新校区，真的吗？那我觉得东弟还蛮幸运的耶，东弟就是第1年就直接去了新校区。有人说只记得饭堂的饭，那应该还蛮好吃的。弟说10几年前的校园烦恼就不献丑了，没关系啊，你这样来说我好像也有这么久了。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第1条留言吧。他的昵称叫煞气 A 森尼亚，他说想跟东东分享目前的校园烦恼。以前就对 cover dance 很有兴趣，从国小就试着在舞台上表演。虽然有兴趣，但从小到大肢体都非常有障碍。还记得国中跳舞的时候，也被老师说看起来很像鱿鱼在跳舞。到现在大学，我还是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翻跳 K-pop 的舞蹈社，但还是对自己的表现很没有信心。包括我们会有筛选人的制度，就算被选上了也觉得自己很雷，总会影响组员，偶尔也会想逃避，干脆请假不去的心态。不知道东东有没有这种力不从心的时候，或是练习到很累的时候？想知道东东怎么调试，或者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题外话，一直想学学看捕梦网的歌，但真的好难好复杂，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哇，谢谢你，谢谢你。其实你刚才说老师说你像鱿鱼在跳舞，我突然想起来我自己的一个事情，真的是刚才突然想起来的。以前小时候有去学那种民族舞、现代舞那种类型的舞蹈，当时还在上学嘛，所以每到暑假的时候就会去上那种开软度的课，就是压腿啊什么的。然后暑假真的就非常噩梦，对于来说。其实这种开软度的课从小开始学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我当时好像已经快10岁了，就是越大就会越困难嘛。当时也是下腰的时候，因为我是属于就是没有那么柔软的类型，就是属于比较硬的。老师当时就说我下腰很像那个武汉2乔，就是说明就下得很宽嘛，我到现在还记得。对，软度真的很痛。其实相对我自身经验来说，之前我们有自作曲的时候嘛，当时正规1的时候，不是正规1，对于我来说的第一个正规专辑。其实当时作词作曲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耗费了很长时间，非常多的脑细胞才能写出来寒冬这首歌。对，但是一旦你写出来了，或者是有很满意的旋律，就会很有成就感。对，当时正规1我没有在，没错。
没关系啊。那个时候虽然我不在，但是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收获了很多。捕梦网的歌，我觉得对我来说，舞蹈跳起来，还蛮爽的，是 Vision 那首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印象那首歌的舞蹈？无论是队形还有动作什么的，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飞一样的走位，当时是觉得。打歌服也很帅，对，就是有点重，有点热。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喜欢我那一套风衣打歌服，真的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意料之外的，因为我当时太担心了，因为我没有穿过那种类型的衣服。谢谢你们喜欢。哇，大家好像都蛮喜欢那件风衣的。好了，重也值得了，累也值得了。其实我觉得这位森尼亚不要没有信心，对，只要你足够热爱，我觉得就够了。当然我也有很多力不从心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时候。你也要继续加油，谢谢。努力过后得到的成功肯定会满足加倍。伊凡说好想找人一起跳捕梦网的舞，真的完全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又飒又拽。谢谢，期待你可以找到很好的舞伴，然后拍一个帅气的视频传给我看。哇，这个贴纸为什么是天使的那个翅膀，好好看。Windy 说谢谢东东每周四和我们一起度过，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也是每一周都很期待周四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时间，特别是现在算是比较空白期的时候吧，对，所以这种时间就变得更加珍贵。跟你们聊天也很治愈啊。阿点说每周都期待看又有谁要花式告白了。我最期待你的。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他叫舒托尼。托尼Hello 东东，我有一个跟着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的困扰，我很喜欢交朋友，也有很多朋友，但是我常常跟人家不合，不知道是我的个性还是我做事的方法。我觉得我很努力的想要把事情做好，很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但每次受伤都是自己，导致自己从原本很外向的人变成一个很害怕的社交恐惧症的社恐。我的个性跟东东一样是白羊座，讲话直接，真诚不做作，听起来是个很好相处的个性。没错，却还是常常被身边的人讨厌，害我现在只要认识新朋友都不敢太认真太真诚的对待他们，好怕哪一天他们会转过来伤害我，在背后捅我一刀。东东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吗？其实你这么说我又想起来，最近也有跟朋友谈论到关于对待朋友真诚之类的话题，我们就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身边留下的很真诚的朋友，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但我觉得这种朋友不需要太多，对，真诚真的是永远的必杀技。
当时我那个朋友也说，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对人真诚的人，无论是交朋友还是怎么样，但往往他会很受伤，有的时候。所以真诚不是一件坏事啦。对，希望每个人都能秉着一颗真诚的心去交朋友，这样你收获到的也一定是不差的。对，朋友不在多，对，身边有几个遇到问题可以挺身而出的朋友，我觉得就足够了。但交朋友确实是一件很费心力的一件事，如果是普通的朋友做了伤害你的事，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太认真，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也许他真的只是你身边的一个过客。而且我觉得不要因为遇到几个伤害过自己的人就害怕交朋友。就像是说，假如他真正伤害你了，那也就交学费咯，那就总结经验。你原本很爱社交，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了，我也很羡慕你。不要因为一小部分人的原因影响到你结识更多有意义的朋友的机会，而且你不去尝试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你值得交往的朋友。拿木说，对，知道谁真心就好，没错。哇，这是个什么还有个楼梯，这个贴纸，哇哦，好好看，谢谢你。对，交朋友是要交来快乐的，没错，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去深交的，你也要擦亮眼睛，对，清醒一点。我当时我跟朋友说的最多就是你清醒一点，看人看清醒一点。对，不要内耗自己，没错，等你做到真的不怎么内耗，你就真的成长了。有时候不要太介意啦。只要让你觉得你们相处起来是舒服的，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要害怕去交朋友，在于质量，我觉得不在于数量。大爆笑，这个贴纸也好可爱，谢谢你。一定要对自己好，没错。想和你交朋友可以吗？当然可以啦。舒兰说，谢谢东东，我真的因为这件事情成长很多，遇到不好的人就当作是学到一个教训，没错。我觉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这样。你的小绿说，东东交朋友什么准则吗？其实我看到那个人第一眼我就知道我们是不是一类人。如果我第一眼看到他觉得我不是很喜欢，那他绝对真的不是跟我一类人。我就交朋友的准则就是真诚，没有别的，很纯粹。第一印象蛮准的，对。哇，这又是什么贴纸？哇，今天大家好丰富哦。Good morning， 现在已经晚上了耶。我觉得同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之前我也在之前直播里说过，遇到一个同频的人很不容易，但他一定会来的。又说为了小卡很拼耶，大家啊，你们是为了小卡哦。频率对，什么都对了。喝酒的朋友也很重要，没错，酒品也一定要好。为了拍立得，大家真的使出浑身解数。有人说我才不是为了小卡，我是为了你啊宝贝。哇，你真油。没有啦，开玩笑啦。
谢谢你。有人说，但是最后那个同频的人都渐渐少联络怎么办？我觉得少联络其实没有关系啊，只要你们的感情不会淡掉就好了。因为每个人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每天也会很忙，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闲下来在一起多交流交流感情，对，不要完全断掉就好。因为你们的这种亲密感和熟悉感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交流还有相处共同经历中积累起来的。我还蛮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有道理。李小璐说，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但心中有对方就够了。没错。东东妈说，大家珍惜上学时期的朋友，因为这是为数不多没有利益纠葛的关系了。也很对，都很纯粹那个时候。多里多兹说，每个阶段的朋友不一样，蛮正常的。第一次是个冲浪号说，我和我朋友都是留言式的感情，因为有时差，但这样子也很我蛮理解你的耶，因为我的好朋友也是在国外跟我有完全相反的时差，但是也习惯对方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了，我们也会留言，有什么好玩的会分享给对方，有什么好笑的也会发给对方，因为知道他醒来肯定会回我。麻木说，大学交不到相熟的朋友，但你们大学的经历应该也是一辈子会忘不掉的。VK 说，东东有写信交友过吗？写信交友我还没有过耶，信倒是写过，但写信交友好像还没有过。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我去哪个地方旅游，到了那个地方就会想寄明信片给在远方的朋友。哎呦，我好浪漫哦。又来了这个贴纸。白水说，我跟我朋友都在同个时区，但活得像是有时差一样，也都是留言式聊天。那大家可能都很忙吧？对。对，我真的很感性，我越来越 F 了。有一次说明信片我也会，每次去旅行一定要寄一份给朋友。哇，你好浪漫哦，羡慕有你这样的好朋友。之前我的好朋友也从国外给我寄过明信片，虽然真的花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寄到我这里，但是当我看到的那一刻，真的心情还怎么说呢，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觉得很开心又很感动。对，东就 life 说，东东是秒回讯息的类型还是有空才回的类型呢？我的话不忙的话肯定是秒回的类型，对，但是有的时候忙的话可能看到了想说那我过一会再回吧，但有时候会忘记。不完全是有空才回啦，也不是因人而异啦，因人而异会有点没礼貌哎。尽量能回的都回了，用意念回复。没错，有的时候可能看到了之后想着要回，
但是手上有个事情你就忘记了，也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喝什么饮料？我在喝香草拿铁，我的最爱。咬冰块的声音就被你听出来了。哇，这个玫瑰花也好好看。今天空调没唱歌，因为今天有点冷，我没有开。怎么还期待上了呢？有人说，然后就不小心已读了。有人说不重要的就不回了。可能说他回了一个表情包给你，或者回了一个你可能就没有什么想回的欲望了，就没有什么再继续下去的那个了。对，有人6周才回吗？6周那个也太久了吧，那你有点过分了耶。你朋友没有生气哦？没错。原来不止我会这样。布布说没事，有好过没有。你好容易满足哦。林小璐说6天我都会生气。对，太久不回了，说明你在这个人心目中不重要。哼。平均速度说飞鸽传书都比你们快。跟朋友聊天主打一个回消息随缘。哇哦！但是你们如果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在意的人，你们也会这样子吗？随缘？我有点好奇耶。绝对不会，是不是？伊夫兰说欲擒故纵，要看仇的程度。阿点说因为太在意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有这个时候。对，反而太在意的话会谨慎。木子说只有对你会秒回。哇，那我很幸运耶。有一次说我是不回信息的惯犯，每次都会被骂不回信息。不可以。东东的 ATM 说 From 我都会想很久才回，然后你人就不见了。对不起啦。但我发现我回想一下，我好像有几次真的就是说着说着人不见了，可能是去忙别的事情去了。对不起，原谅一下我，脑子不够用了。我也是惯犯，这样说来我也是惯犯，我也别说你们了。好啦，不说了，不说这个话题了，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好了。来自于音像，Hello， 东东，你求学的时候有没有对那种令人憧憬的学长学姐心动过呢？我原本都还能自信地说没什么憧憬，但以前高中的时候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那时完全是平凡的傍晚，有个声音好听的学姐从我旁边经过。我是容易被声音吸引的人，她的嗓音温柔磁性又不油腻。当我转身时，她已悄悄离去。自此我就有点着了迷，一直想关注她的动静。原来她学过声乐，难怪声线这么温柔，而且成绩也很好。据说考大学的时候，甚至走到了顶尖大学的最后几步。人美声甜，头脑又好，明明没有过多接触，却在我心中有股无名的激昂。可是他很快便毕业了，我也不好去找上他要联系方式。不知道优秀的他会不会成为有影响力的艺人，可能兼电台的主持人，然后继续带给我温暖呢？
不会是我吧？没有啦。大家都在说开始等最后一句，但是已经结束了。你这还是一个开放式结局，我好想知道是谁哦。其实，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有点想见一见这位学姐呢。是谁呢？应该很温柔，很好看吧，对不对？是不是姓韩啊？好啦，我觉得既然你说他非常优秀，那以后肯定会成为艺人的吧。到时候有机会认识就好了。这样四舍五入我也和你认识了。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要有联系方式啊，不然会留遗憾哎。过了几年你再去想的话，肯定会后悔当初没有能迈出这么一步。谁的人生都有一次，就最少要有一次不要做自己后悔的事，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对。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让我回想一下，我也是时间有点久了。之前好像有一位学姐比我大1年级，这真的非常非常有气质，而且每天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真的超有气质。后来我才了解到她上了电影学院，现在也是演员了。因为看到你这个故事，我才想起来，令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那种感觉，它是那种自带光环的那种感觉，走过去。有加联系方式吗？没有，我从来不会主动去加别人联系方式。有人就认识咯，对吧？其实我发现我朋友中有很多都是那种明明在我们认识之前有很多机会会见到，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一些对，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见到，但后来还是见到了。所以我觉得该认识的人到最后还是会认识的。有人说东东上学时候应该也是校花那一种，那是，这还用你说，真的是。有时是相见恨晚，没错没错没错。缘分这种东西挡都挡不住。4神海鲜8宝包子，哇，你这个名字好好吃，我感觉。他说自信爆棚的东东，对啊，本来就生活这么艰难了，连自信都没有，那应该更难过了吧。东东字典里没有谦虚，哎呀，没有啦，我蛮谦虚的。平均速度说那太好了，你是校花，我是校花。什么鬼？还是要有自信。皇上什么说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信，为什么呢？我觉得你有了自信，整个人气场都会变得非常不一样。只要不要盲目自信就好了，我觉得。现在是全球化，什么叫全球化？호랑이 기운说탕후루가 필요가 없다. 너무 달다. 아 고마워요. 탕후루 맛있겠다. 年纪越大越脸皮厚，是这样子的。Windy 说东东的朋友大多是 E 还是 I？
我一半一半，因为我 E 和 I 的笔数也是一半一半，看人吧。全球花听起来非常的 international， 真的。地球球花，谢谢你哦，这个 title 也太有压力了吧。有人说相对害怕 E 的朋友，为什么呢？你觉得有一个 E 的朋友在身边不会很开心吗？可能太热情，让你有负担是吧？有点控制不了哦。但我是需要有 E 的朋友去引导我的，因为我是遇热则热，遇冷则冷。也不完全是啦，有的时候如果太冷场，我也会一直想着怎么去热起来，这样反而我会变成那个 E 人但在 E 人面前，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变 I 人，因人而异啦。我们来看下一位森雅的留言吧。东东妈说，东姐最近感觉读研的压力好大，几个老板轮番安排不同的活儿给我，而且有大多数是杂活，每天都会到很晚，出差各地飞来飞去跑腿，没有做有意义的事情，连住研费都只有一点点，还不按时发，也会迷茫究竟要不要借助组里的平台和资源去读一个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而读的博士。虽然很忙很累，但是香港演唱会还是排除万难奔赴和你们见面，录制的视频也都成为了我的动力，希望我们都能越来越好，爱你。好，我也爱你，谢谢，感谢你很排除万难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当时台下的众多星星里面，原来有一颗是你的。对于读博士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具体的答案，因为人生还是要自己决定。我想说，这个决定看你自己要追求什么吧。对，读博肯定是对你自身有好处的。如果你对未来已经有了规划，那么就要看这个规划里博士学位是不是必要的了。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演唱会就是人生的充电，没错。我最近也很想看演唱会。网住你的心，一直读书会感觉好累，但是你读了的东西以后真的都会有用。我读到不想读了，但不得不读。坚持下去吧，以后不会后悔的。有句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嘛。现在我还很想回到念书的时候呢，我还想去读书呢，那我们换一换好不好？对啊，你要充好电，电力满满好上路，等你到了工作岗位和社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感谢你之前很用心学习的自己。萌萌妮说做不做都会后悔。其实后悔这个情绪时常会伴在我们生活里面。对，好想再回到3月30号那一天，向前看吧，还有更美好的等着你的。欧萨斯说真的很难不后悔的，的确生活中有太多太多让人后悔的事情了，为了避免这些后悔，就只能做到更好，而且对于自己的选择也不要太多的后悔吧。对，向前看。要相信自己每次的决定，没错。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既然你下了这个决心，那你就有义务要做到，把它做得好，做完。对，后悔太晚认识东东，这个的确应该后悔一下。Cindy 说，选择了爱东东就要爱到底。没错，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有人说跟随自己的心去做事是最重要的，就算后悔也能坦荡荡的接受。我也有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人，而且是要撞得头破血流。虽然现在也改了蛮多了，但是也吃过蛮多亏的。对，但好歹我没有后悔我自己的选择。舒兰说，每次的相遇都是在最刚好的时间，永远不会太晚。没错。从现在开始去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就好啦。出道饭哦，好厉害！那我们认识已经7年了，是吗？东东这辈子有后悔过什么吗？其实不能说是后悔吧，就是遗憾。其实之前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说等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一定要考上电影学院，我一定要当演员。对，当时就一直有这个梦想。对，虽然说没有能够实现，有一点小遗憾，但是为我开了另一扇窗，也非常好啊。人生才开始，没错，还是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的，只要不断努力。寒冬小说最跑的科目是什么？数学吧。喵喵说演员出道那天给你送咖啡车，那我等着咯，看来要更努力了。谢谢你的支持。不能说后悔吧，只能说是遗憾这件事情。而且没有经历，虽然在韩国读了大学，但是还是蛮向往国内大家读大学一起住宿舍，一起共度那一段美好的青春的那种感觉，有点遗憾。韩国的大学，当时让我回忆一下，因为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同住宿舍啊那种回忆。对，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报了3个学校，但是都是不同的那个专业，报了东国大学的广告宣传。等一下，让我回忆一下。不是广告宣传，是那个电影什么专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失踪的实用音乐系，还有一个学校我有点忘记了。这2个印象比较深刻，后来选择了实用音乐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选择，才走到大家面前。
过去太久了，当然会忘记。好了，我们读下一条留言吧。他的留言，他叫 Diu， 是个韩语的。最自豪的经历大概是阅类无数。曾经修过期末要分组报告的通识课，大家在初期就创了群组方便讨论，但最后我做了大部分的简报，上台只有我和一位学长，剩下的一个蒸发了整学期，另一位在报告前冲上来问他可以念哪段，风光十足的被学长赶下台。当时天真的以为是因为不同系找不到人的原因，直到在系上选修课上碰壁，才发现地雷组员是没有极限的，整份报告里没有半点分工。一位下课后会化身潜水大师，一位只顾办活动完全帮不上忙。他们唯一做的贡献是上台念我的讲稿。哇，太过分了吧！因为教授规定每个组员都要出声。这些惨痛的经历导致我在之后一定要抓上朋友才敢修课，也好奇如果是东东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解决。好没有责任感哦，这些组员。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奶酪陷阱》，里面也有一段是讲分组报告，总有部分组员以各种问题不参加，最后要求把自己名字也捎带上的一个剧情。但当时女主就是坚持完成报告的人，最终她好像就是选择大声说不，拒绝了这一类型组员的参与。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对，真的非常非常头疼，很难带。我很理解你，因为原本分组报告就是培养个人处于团队中的能力嘛，如果没有组员配合，这个做出来也是对你帮助不是很大的。你有权利选择可以和你共同完成报告的组员，虽然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不要委屈自己，对吧？背刺的感觉，勇敢说不，没错。有人说当初3人一组，一个退选，一个退学。天哪，你也太惨了吧！没事，你读没？不要委屈自己啦，反正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让我来看一看，他的昵称叫做企鹅。他说 Hello 东东，我是个双主修金融和音乐的大4生，这么厉害。最近快要毕业了，纠结是要当研究生还是出来工作，因为自己主修的学系性质很相反，金融是高考后向家人和现实妥协才选的主修学系，音乐是后来在大4自己拿下剩下学分双修的学系。在大学假期去银行实习后，也发现自己更喜欢的是音乐。可是向现实层面来看的话，音乐的出路和收入相较金融之下，对不起，嘴瓢了，金融之下窄和低很多。还有因为自己比别的同学起步晚，所以在作曲演奏方面都比不上从中学开始修音乐的同学，只有在写论文时才有点优势。不知道读研对自己来说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感觉人生就像走钢丝一样。想问一下同为音乐生的东东，在走这条路时有什么方法或者是话语可以坚定自己的内心？我觉得你很厉害耶，修2门专业，而且是金融和音乐完全是不相关的专业，感觉你就是传说中的金融的音乐才子，很厉害耶。哇，比我厉害很多耶，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森尼亚没有失眠说跨领域的神人，对，真的简直是神人。我的话，可能当时年纪小的话，不会想太多什么现实层面的问题，就一直跟自己的心走了。对，因为我不是那种会
很担心结果啊什么的，就是勇往直前，就先走这条路看看咯。如果是有经济压力的话，还是要考虑现实的问题。看我画的羊说，选择自己喜欢的，做得开心，也有机会做得更好。没错，也会让你更有积极性嘛，对吧？喵喵说金融稳定，音乐帅气。觉得你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心走吧。对，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他叫西西弗斯里，他说我是个即将毕业的大4学生，我生性内向 ，I 值90%。哇，从上大1的时候，因为太过于内向，原本喜欢社团也是鼓足勇气才去面试了广播台。对不起，今天第2次口就是嘴瓢，今天录了音，体谅一下，开始为自己找借口，嘿嘿。当时面试的学长学姐也都很好，给我加油鼓气，即使我开始紧张胆小，还是给我了一次机会，过了初试，努力撑到了最后一轮。因为我因为紧张加上性格问题，最后没有进入广播台。虽然一直从中找到自身的问题想改掉，但是一直改不掉。因此即使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也因为自己性格问题不敢表白。因为性格内向，现实生活中经常自己一个人，很少社交，怕打扰到别人，但又想和别人一起玩，所以现在快要大学毕业了，找工作也成为了很大的问题，又不想因此依靠家里人，因此想向东东倾诉我的烦恼，并且想听东东遇到这些问题会怎么处理。最后想和东东说，因为东东和捕梦网陪伴了我从高中到现在大学毕业，很开心，感谢东东和小王的陪伴。哇，那你真的喜欢我们很久哎，很开心你陪伴了，我也很开心能陪伴你这么久啊，感谢你这份心意。既然你提到了自身很想和别人一起玩，但是碍于自身比较内向，所以无法先走向别人，那我建议可以找一个很外向的朋友，他能量应该会传染给你吧，带动你一起变得更加活泼开朗。其实你可能不是内向，只是不太会表达，对吧？只要身边有一个这么可以点燃你能量的人，相信你就会释放出潜在的小宇宙了。其实我以前也是那种无法先走向别人的类型。对，你也可以试试先跨出一步，也许会是不一样的故事哦。对，会受环境的影响的。哇，大家刚刚一直说录音，最近好频繁录音。当然啦，你们在等我们吗？辛迪说东东是主动的人吗？哦，完全不是。真的完全不是。有波说为了东东可以变1，谢谢。大家焦点都在录音上面了。你怎么会是 I 人？我就是 I 人啊。Nancy 说东东都是等成员们约自己出门吗？好像基本是诶。白水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也算是一种尝试社交的方法吧，训练自己的表达。没错。
大家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生活的人吗？什么朋友圈啊什么之类的，会发很多吗？有点好奇耶。很喜欢发很多分享欲很高，但很容易内耗。分享欲很高，哇哦！那跟你谈恋爱应该对方会很幸福，情绪价值可以拉满。我也是不太爱发的类型。我朋友圈里面基本上也不发东西，而且是那种3天可见的。那偶尔会发一点，假如说出去巡演可能会发一点东西，或者是有一点什么比较离谱好笑的事情，就会想发一发。东东是不是点赞狂魔？我不是，我只有是关系非常非常好的人我才会点赞。金诺拉 A 梦说超喜欢分享欲高的人，对，我也很喜欢。因为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分享的人，但朋友圈这种不太发。拉拉哲说我是网络上超级活泼，私下超社恐的。这样子哦。Nancy 说我也不发，只跟熟人分享事情。我也是，只跟熟人去分享。只发给非常好的朋友，只分享给我想分享的人，没错。嗡嗡说都发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留给自己当相册是吗？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自己当垃圾桶。东皇的后宫说有时候太爱分享都被朋友嫌太吵。我觉得你朋友应该很幸运有你这样的好朋友，多好呀。有人说只会内耗，很少分享。少内耗，听我一句劝。但是其实你如果去分享的话，也会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没有什么回应的话，也会不想分享了，是吧？对方给予到的回应也蛮重要的。假如说你分享一个人毫无反应，那下次就不会想分享了。不能敷衍我，没错。对，分享欲是看反应的。有人说没错，有观众很重要。朋友们说你发这是干嘛？互相损对方是我们的日常。但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损的吗？有来有往的。对，有一点，但你分享东西尽量不要是有负面抱怨的，多分享一些美好的。男生友谊？什么男生友谊？哇哦！还有最后一条留言，读一下。他说：东东你好，我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好朋友博德，想和你分享他的故事，但他不懂如何写信给你，所以我把他的信息转达给你。
东东，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很困惑的处境。几年前，我欣赏学校音乐会时，看到一位仙女般的女孩，在我们眼神交换的一瞬间，她一下子就俘获了我的心。我想这可能是一见钟情吧。她的嫣然一笑，仍然时刻萦绕在我的梦里。当时我很害羞，我不敢对她说什么。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然后去年我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并上了大学，在那里我很幸运能够去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厅参加一场音乐会。我竟然再次遇到那个偷走我心的女孩，但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了，她必须承担起夺走我心的责任。在音乐会快结束时，我举起一块牌子让她读，她从舞台上看到了，她说한동씨 저를 소유해주세요。他一脸震惊，然后得意的笑了。我顿时懵了，这是什么意思？他是接受了我还是怎样？他还记得我吗？东东，请帮我解释一下那个女孩的笑容是什么意思？哇，当时举牌子是这位叫博德的森亚吗？好神奇，竟然能在电台里和大家分享这段回忆。也很感谢你穿过万里送来的留言，也感谢我们森亚的传达，这件事情我记得啦。因为大家在舞台上写的每一个牌子，只要是带有我名字的牌子或是照片，我都印象很深刻。不管你们是在整活还是真的很真心的去给我们支持什么的，我都会印象很深刻。当然会记得啦。那个女孩的笑容什么意思哦？你猜哦。回归会有 rap 懂吗？还是不了吧。你猜一猜是什么意思？心里暗暗在欢喜的意思。下次举东东秀肌肉，你举咯，我不在乎。取了东东的梗图。你们每次举这种梗图，我就会有一个冲动想去学那个表情，然后学完这个表情又被你们照下来变成了另一个梗图，就无限循环。但我真超爱你们整活的，太有趣了，整得越大越好，我越喜欢。那我的趣味也蛮奇怪的耶。大家都是这样吗？还是只有我喜欢这样？那我期待一下你们下次整更大的。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啦，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不过还是要遗憾的告诉大家，时间到了，灰姑娘要坐南瓜马车回家啦。天哪，这个台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我是冰山公主。哎呦我天，这句我不想读了。谁写的台本？这么肉麻。回归正题好了，今天就要结束了，又到了我要构思下周节目的时间了。放心，我会好好和我们的 staff 沟通的。之前各位提议说不定下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了。对了，这里要通知一下大家，下礼拜 Spoon Reader 时间将临时改到17日的周五晚上8点进行，还希望森尼亚多多谅解。做笔记改时间咯。虽然改了时间见面，但是寒冬是不会爽约的，说见面还是会做到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期节目吧。今天也要有个好梦，梦到我哦。哎呀，你们不要不是恶意，就是无缘无故去揣测啦，换了个时间而已啦。疑心也太重了，送给你们一首歌《疑心病》。好啦，以上是今天叮咚寒冬的语音留言的全部内容。我是 Dreamcatcher 的寒冬，我们下礼拜见，再见喽，拜拜。哇，今天
今天超多嘴瓢瞬间，对不起啦，拜拜。잘 자， 내꿈가， 嘿。啊！你们不要把我嘴瓢录进去，删掉，拜托了，拜拜。